大家好，欢迎回到 KBKG Adventure 的频道。今天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一个真正的文化奇迹——麦积山石窟，位于中国甘肃省天水市。这里不仅仅有数百年的历史，还有着令人震撼的佛教雕刻艺术。今天就让我们带你们一探究竟吧。麦积山石窟呢，它被誉为东方雕塑馆，是中国4大石窟之一，以你熟悉的敦煌莫高窟、龙门石窟和云冈石窟齐名，但它却有着与众不同的艺术魅力与历史传奇哦。这座石窟呢，它不仅仅是中国4大石窟之一，更是雕塑艺术的活化石，千年传承不息，神秘而震撼。要到麦积山石窟，我们先搭乘了山路巴士。现在我们一路去那个麦积山石窟，要坐另外一个小车上山。今天天气24度，非常的凉快。一路往山上开，风景越来越壮观。到了山脚下，还有一个小市集，卖着各种小吃和纪念品，充满在地的气氛。现在我们在山下呢，它有卖很多的 product， 在路边有一排的店面，都卖关于这个麦积山的东西，就比如说这种天水啊、石窟啊，还有这种敦煌，敦煌也有过木材石呢。麦积山石窟位于中国甘肃省天水市东南的秦岭之脉麦积山上，它因山形酷似麦垛而得名。麦积即麦子堆成的山。石窟建于16国时期的后秦时期，距今已有1600多年的历史，是中国现存开启最早、延续时长最长的佛教石窟之一。像我在注意这个26窟哦，它的佛的头已经是坏掉了、断掉了，菩萨的头也是没有的。然后呢，就是有点毁坏，可是你还是看到它的金字身上的那种，就是念珠啊，还有他们的天衣啊，还有佛菩萨禅定的那个容貌，虽然是有点坏了，可是还是有非常历史性。你注意一下它的石窟上面的那一个绘画哦，它其实上面还有很多佛菩萨的绘画。如果你看清楚的，这一种呢是很栩栩如生，特别的震撼的这个场景。麦积山石窟最大的特点就是它以泥塑艺术为主，区别于其他石窟多采用石雕。这里保存有221个洞窟，1万多尊泥塑佛像，形态各异，神态生动，堪称中国古代雕塑艺术的巅峰之作。其中最著名的佛教之一是高达16米的释迦牟尼佛立像，更体现了高超的雕塑艺术和浓厚的民族风情。现在我们在的就是在这个佛像，这个像杨贵妃 style 的这一个佛祖。刚才他讲的是这个就是释迦牟尼佛吗？对，稍微胖一点版本在下面看上去是实在是很大很壮观。然后在这个左边右边是蛇树跟普贤菩，然后就在这里拜拜。很多都是可以讲是破坏了的，所以你看上去呢，它的脚啊什么都是破坏了的。除了佛像本身，麦积山的悬空栈道也是一大奇观。整个石窟依山而凿，洞穴像蜂巢一样分布在悬崖之上。古代工匠在悬崖峭壁间开启洞窟，修建栈道，形成了宛如空中走廊般的建筑奇迹。有些洞窟之间至今仍需沿着狭窄的木栈道攀爬，令人仿佛置身空中寺院，体验古人修行之艰辛与虔诚。这个是33窟，33窟的这个佛像呢就比较大株，经过雨跟它就是消融了他的手，所以你看不清楚他的手，可是他的脸部他的表情，甚至是他这里的胡须，你还可以看得非常清楚。大家注意一下。麦积山石窟不仅是佛教艺术的结晶，
更是中国文化交汇的见证。从16国到明清，多个朝代都在此修建扩展，融合了中原、印度、波斯等多元文化元素。它既见证了佛教在中国的发展，也承载着中华民族千年的审美和信仰。如今，它已被列为世界文化遗迹，是我们民族文化瑰宝的重要主要部分。七佛阁呢，是建在悬崖上，最早修建于北魏时期，后经隋唐等朝代多次修缮。七佛阁因供奉佛教中的过去七佛而闻名，他们呢供奉的是毗婆尸佛、尸弃佛、毗舍浮佛、居洛孙佛、居那含摩尼佛、迦叶佛和释迦牟尼佛，这代表着呢佛法在不同年代的传承。七尊佛像呢排列整齐，庄严肃穆，最大的一尊呢高达10多米，佛像雕刻精美，神态慈祥，服饰和面部细节都非常的细致。整座佛阁依山而建，结构呢非常的特别，里面的壁画色彩鲜艳，保存的较好。七佛阁呢不仅仅是珍贵的佛教艺术遗产，也对研究古代佛教和石窟艺术有很大的价值哦。这个就是麦积山的地图了。然后我们刚刚呢看了那个七佛阁，然后我们现在位置在这里，我们就往上追到这个千佛了，就很多尊。那上去呢就是七佛阁的上面。走到这里就是麦积山最特别的千佛廊，石壁上成千上万尊小佛，像是一片无尽的佛海。在佛教里，千佛象征无量无边的慈悲与智慧，提醒我们众生平等。每一尊佛像都是一分护持。当你静静走过这里，会感觉好像被千尊佛同时注视加持，心里自然升起一种安稳与谦敬。穿过这条千佛廊，就像是经过一座修行的门槛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往更高处去走，那里就是上七佛阁，也被称为善花楼。我们呢现在已经站在麦积山石窟的最高处，这里可以称为叫做上七佛阁或者是善花楼。虽然呢一路爬上来有些辛苦，但真的非常值得。不光看到了壮丽的山景，也更近距离的感受到这些千年佛像的震撼与宁静。现在我们到了这个刚才爬上来的最高点，这个就是那个七佛阁的上方。大家看一下这里哦，都栩栩如生了。这尊护法在旁边，应该是以前是手上有持的一个法器的。这边左边是有剑，右手呢？右手是本来是握这个东西，变成没有握。你看的眼睛，可是也是非常的这样子，凶神怒煞、金刚怒目这样子的表情，非常庄严。然后在这里呢，有很多阁楼，都有名字的。今天呢特别有开放的就是这个西来圣人，还有慧光道，大家看这里。终于走到麦积山的最高处，善花楼。佛经里，天女撒花是供养诸佛、赞叹佛法的象征。站在这里，几尊巨大的佛像庄严肃穆，仿佛接受着天地万物的礼赞。一路上呢，从千佛廊走来，像是经过无数佛的守护与加持。而在善花楼抬头仰望，这一刻，心中只剩下宁静与圆满。这尊护法那样子也是比较圆润的那种形象，就是你可以看到古代的那种泥土的塑像。那上面还有一个菩萨的在这里，你看人的绘画，那种颜色雕刻啊什么啊，全部都是很精致的，代表以前人对这个佛教的这种虔诚的信仰。1600年到现在呢，就是文化的这种改朝换代啊，每一年都经历了风风雨雨哦，人都还这么的虔诚，还保留的现在，是这种保留这么多千年都是非常好的。在麦积山石窟呢，不是静默的这个佛阁，更是诉说千年文化的这个时光之门，好像时光倒流这样子回到来以前，看到以前古人在想什么。那如果你呢被这个神秘这个侦探呢所吸引的话呢，就欢迎你亲自来走一走，看一看，自己来看一下。来到这里。这里是甘肃省天水市的麦积山，也就是4大石窟之一，就是文化保留的重要景点之一。大家亲自来看一看是不同的，你看到的时候非常的侦探，
而且能够感受到那种历史文化的交流。为了能够更好地了解麦积山的点点滴滴，我们决定聘请解说员。现在呢，咱们已经来到了石窟的脚下。现在你们看到的这一面，就是麦积山最陡峭、最险峻。整座麦积山石窟，它是坐北朝南的方向。咱们现在这条马路是由西往东走，上这个凌空栈道是从东边上，这边西边下。因为栈道只有60公分，不能来回循环，只能单行。现在咱们看到的山体的垂直高度呢，它的顶上到底下有142米高，它的海拔呢有1742米高，整个洞窟呢就在20米至84米的悬崖峭壁之上，就相当于城市楼房28层到30层楼房的高度。这三尊大佛就是所谓的石胎泥塑。什么叫石胎呢？就是古人先靠山，依山就势，依山而凿，先大体的在山体的表层上凿一个人的胎形，浓刻样子出来，然后呢，在它石胎上面凿了好多小小的方孔，就是插木桩的。竖着看的黑色的就是木材，插上木桩来支撑泥巴，固定泥巴的架子，最后呢，将泥巴一层又一层不断的覆抹上去，再来雕塑。雕塑出来的就像这三尊大佛一样，称为叫典型的石胎泥塑摩崖高浮雕。什么叫石胎？就是胎为石，木为骨，皮为泥，所以称为叫石胎泥塑。像这样的泥塑造像，经过专家的考古，古人在这个和泥的过程中，在泥层里面放了配料，比方在泥里面增加了糯米汁、鸡蛋清、头发丝、麻丝、中草药、棉花、食盐、料浆石、麦秆等等这些东西，10多种原料放到泥里面，所以塑出来的佛像看起来不但光滑、坚韧、细腻，而牢固坚如陶瓷，它保存了上千年了。凡是带着红色门窗的，不管是大是小，是方是圆，只要带着门窗的一个门窗，就代表一个窟龛。这就称为叫麦积山石窟。窟龛里面大大小小都是泥塑的佛像，人对佛像气味有辐射，只能隔着纱窗看。现在咱们看到的这个凌空栈道了，全是木板的栈道。国家在76年到84年就花了360万的资金重新加固过，现在全部将原来的木板栈道扯下来，在旧的基础上换为现在的钢筋水泥混凝土的栈道。大家今天上去是100%的安全啊！这也是我们中国最有名的4大石窟。最有名气的4大石窟分别包含了甘肃的敦煌莫高窟、甘肃天水咱们麦积山石窟、山西大同永港石窟，以及河南洛阳龙门石窟，并列为中国4大名窟。但这4大石窟各有特色，各有千秋，都不一样。那么麦积山石窟呢，采取泥塑，因为岩石粗糙松散，不适合精雕细凿佛像，古人适合挖窟。先在悬崖峭壁之上开洞窟，后塑佛像，只能采取泥塑的方式。麦积山在4大石窟里面规模就这么小，总共一座山叫麦积山，规模在4大石窟里面最小，但是它的年龄是排行在第2位的。现在它距今呢有1600多年的历史文化了。我们当地人就流传着一句上千年的谚语，他就说：砍尽南山财，修起麦积崖。先有万丈柴，后有麦积崖。柴因为秦岭最不缺的是木材，古人只能利用木头来搭建手架。把对面南山的树木砍完之后，搬运到麦积山脚下，就是用木头堆木成山，自上往下而修。对，先修栈道，后凿洞窟，再塑佛像，就利用了明修栈道、暗度陈仓的方式才修建成功的。就这样一点一点，经历了12个王朝，并非一个朝代完成。麦积山石窟呢，它历经了后秦、西秦、北魏、北周、
隋唐五代、宋元明清等12个朝代，不断的去开窟女造像，才修缮完成。对，12个王朝才修建成功。麦积山规模小的原因，因为它属于民间石窟，皇家创造，百姓开凿，皇家只开了5窟，后来都是老百姓自己开发的。麦积山的起名点，其实就这方圆的山路就叫小鲁山，东南方向称为叫东崖，西南方向称为叫西崖，上是东边上，西边下。现在呢，咱们看到的这边也有3尊不同的佛像，明显比刚才路过的又大又胖了。它是隋唐的，隋唐人们审美就是杨贵妃的风格，以胖为美，叫丰满圆润。现在咱们看到的主佛是佛教的创始人如来佛祖，叫释迦牟尼佛。左边的是文殊菩萨，右边的是普贤菩萨，左右两侧13米，中间高于15.7米。修补的时候，工匠意外的在石胎里面发现了2件国家一级文物。第一件东西就是一本经卷，指的唐代的作品，上面写着“金光明镜卷第4”。还有第2件宝贝，在大佛的眉心额头上面黑点的地方，就发现了第2件东西，一个瓷碗。是当时老百姓用来吃饭的碗，也是工匠用来调颜料的。它的内容是秦州甘固城工匠高正同是南宋27年绍兴8月25日，所以这个碗了，专家念的过南宋是宋窑瓷碗，就是唐比宋早，唐宋元明清，证明唐代的作品在宋代2次修复过。现在呢，咱们的右手边小小一排一排的全是小佛头，小佛像走廊上面2排，下面4排，总共有6排，33得9，99归1。小佛像总共有297个小佛，像这在东崖的3尊大佛刚好整数300佛像，人们把这些佛像称为叫千佛，就是千姿百态，千佛千面，代表多，形容多的意思。现在麦积山最有名的是麦积山镇山之宝133窟里面的东方微笑，他的笑容笑得天真活泼可爱，发自内心的笑，嘴巴都笑歪了。从侧面看，他就像中年男子，但是你从背面或者把他的脸蛋堵住，他就像驼背弯腰的老人。他把人一生中最宝贵的3种表情表达出来了，这就是跨越千年的东方微笑。他有3个名字，他的真名叫阿难，释迦牟尼佛最小的弟子，因为他身高只有80公分，大家很习惯的把他叫小沙弥。第2个名字，第3个名字东方微笑，这个佛像称为叫东方美人，被外国人称为叫东方的蒙娜丽莎，东方的维纳斯。这是北魏的北魏文帝的魏文帝的妻子伊佛氏啊。参观完麦积山，我们肚子也开始饿啦，我们决定去尝试著名的天水小吃。这3个是用什么做的？荞麦面、土豆面、小麦面。呱呱、人人、捞捞。先进来坐吧。好。哇，我们刚刚逛了那一个麦积山，然后买了一些香肠，在路上吃。这香肠啊，到处都很好吃的，我已经跟你讲是上瘾了，我已经上瘾了。买了3条一直在吃。那想到不做香肠也是不行的，所以就想到来教一下当地的特产。这个呢是3品啊，一个呱呱，一个姥姥，一个还有叫什么？姥姥有3品，就是呱呱、然然还有姥姥。呱呱、然然还有姥姥。然然还有姥姥。姥姥是土豆做的，你看黄色。这个是什么做的呀？这是用然然，用什么做的？然然，土豆面做的。土豆面。呱呱是荞面，荞面。姥姥也是荞面。荞面。荞米面。荞米面。荞米面。哦，所以老板讲这个是荞米面做的，这个不是土豆，这个就是土豆。呱呱是土豆的，我们是看呱呱，想要不要？看名字很旧。呱呱。真是瓜子。是吗？是不是会顶呱呱呢？是的。Let's try。你看一块一块粉这样，有吃过这种？不好玩，很好吃的。口感像jelly哦。要点它的酱，它酱料在下面。对。它味道没有什么味道，有一点辣辣的酸。很好闻。
我是比较比较特别。松饱肚子，口感非常好的那一种。我爸爸用土豆做的，听上去啊，豆味的是有点甜味，有点麻辣味。这不错。它这个口感像 jelly 啊，软软的，咬下去是非常软的。就看这个蓝，非常甜味，口味很香。咬下去像绿豆的感觉，绿豆粉做出来那种感觉。对，就是很容易咬、很容易吞的那种。凉拌，蛮特别的。不错。这是最后一个什么？姥姥是黄色的。黄色的。这个口感又不好，三个都是比较东西的口感，比较像面膜一点。三个并起来都 OK 了，填饱肚子，有辣椒味的，有一点芝麻的酸。大家看下面它是比较芝麻辣椒，是没有什么料的，这是当地的小吃，能够填饱肚子，吃了可以继续带走那种。好吃，不错。推荐，可以来试一下，南宁有自己的特色。一碗10元。10元。下个地方见。拜。麦积山石窟，它不只是静默的佛像，更是诉说着千年文化的时光之门。如果你也被它的神秘与侦探所吸引，欢迎亲自来走一走，看一看。如果你喜欢这集内容，请记得点赞、订阅、转发给你身边的朋友们哦。好了，这一集就这样子结束了。记得 like and subscribe 我们哦，我们还有更多更加精彩的影片等着你哦。我们下集再见，拜拜。